先请你想象一个画面：2027年8月2日正午，埃及尼罗河西岸，气温超过40度，天上没有一朵云。然后太阳开始缺角，光线一分一分暗下去，鸽子集体归巢，风的温度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接着，黑色的圆盘完全盖住太阳，白昼熄灯，星星在正午出现，地平线四周泛起一圈诡异的橘红。6分23秒，这是21世纪人类在陆地上能经历的最长黑暗。神殿的石柱下面会站满来自全世界的人，这一幕还没有发生，但它的时间、地点、长度已经全部写好了。从一张日历开始讲起，不是农民历，不是股市的形式历，是天文台印出来的日月时日历。把2026到2028这3年摊开，你会看到一串密的不太寻常的日期，一场接一场，几乎没有喘息。请容我把它们逐一念出来，因为这份清单本身就是今天整支影片的主角。2026年2月17日，日环食，时代扫过南极洲，一圈火环挂在冰原上空。2026年3月3日，月全食，血月，这一场台湾看得到，当天晚上吃完晚饭，抬头就有。2026年8月12日，日全食，全时代从北极圈出发，压过格陵兰、冰岛，最后在西班牙的黄昏落幕。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第一次再见完整的黑太阳。16天之后，8月28日，月偏食，接着换2027年2月6日，日环食，火环划过智利与阿根廷的南端，切近大西洋。8月2日，日全食，全时代从直布罗陀进场，横扫北非，穿过埃及，一路压到阿拉伯半岛。全时阶段最长6分23秒，是21世纪在陆地上看得到的最长记录。想打破它，要等到2114年。然后是2028年1月26日，日环食，从加拉巴哥群岛出发，越过南美洲，在黄昏时分抵达西班牙和葡萄牙。7月22日，日全食，全时代斜贯整个澳洲大陆，直接压过雪梨市中心的冬季天空。至于后面2年的月食，2027年只排到半影月食，月亮轻轻擦过影子边缘，肉眼几乎无感。2028年是2场月偏食，真正的重头月系，一头在2025到2026，一头在2032到2033，等一下都会讲到。算一下总账，3年之内6次日食，其中3次是日全食，连续3年，1年1场。再把月食加进来，红色的月亮一颗接一颗升起，后面还排着一组正在逼近的血月4连环。国际天文媒体已经给这3年取好了名字，日食的黄金时代。这是天文台的日历，不是任何人的想象，每一个日期都能在 NASA 的资料库里查到，精确到秒。先替台湾观众把座位表看清楚，这3年的日食全时代都不经过台湾，想亲眼看黑太阳得飞出去。欧洲媒体已经在报道2026年西班牙全时代沿线的小镇旅宿早早被订满，日食旅行团一位难求，但月食这一边台湾的座位相当好。2026年3月3日的月全食，全程可见，是继2025年9月8日之后半年内的第2颗红月亮。也就是说，这场天象大年，台湾不是旁观者，我们的天空里也排了戏份。但今天真正的问题不在日历本身，在日历摊开的位置，因为在另一群人的月历上，同一段时间写着另一行字：耶稣受难与复活，即将满2000年。天上的日程表和信仰里最重的纪念日就这样叠在一起，是巧合还是记号？预言圈已经吵成一片。我们今天不急着选边，把2本账都摊开，一笔一笔对。先对天文的账，这波密集期是怎么来的？血月4连环又是什么？再对预言的账，约珥书那句日头变黑，月亮变血，还有那张在网络上流传多年的血月大势对照表，一组一组验。接着算清楚2000周年到底该落在哪一年，为什么有争议。最后回头用东方的眼睛再看一次同一片天。账算完，你自己决定怎么读这3年。先讲天文，把地基打稳。第一个问题，日食为什么会突然密集？答案可能让你意外。3年6次日食，
其实是宇宙的基本配额。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和地球绕太阳的轨道斜了大约5度，所以大多数的新月、月影都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掠过，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只有当太阳刚好走到月球轨道的焦点附近，影子才会真的打在地球上。这样的窗口大约每173天打开一次，天文学上叫时纪。一个时纪至少产生1次日食，所以地球每1年最少有2次日食，最多可以到5次，3年6次。听起来吓人，其实是最低消费。20世纪随便抓一个3年出来，都能数出同样的数字。那这3年到底特别在哪里？特别在品质和地点。日全食本身并不算稀有，平均大约每18个月，地球上就有某个角落白天变黑夜一次。但全时带是一条非常窄的影子，宽度常常只有100-200公里，而地球表面有70%是海洋，所以多数日全食的观众是信天翁和货柜船。这3年完全不一样，3次日全食全部压在人口稠密或交通可及的地方。2026年压过西班牙本土，而上一次日全食造访西班牙本土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2027年压过北非与埃及，尼罗河谷几千万人抬头就能看见。2028年直接压过雪梨，西班牙人最幸运。2026年日全食，2027年南端再沾到一次日全食，2028年又来一场日环食，连续3年3场大戏。天文圈把这叫做西班牙3部曲。而且就算站在全时带外面，2026年8月12日那天傍晚，伦敦、巴黎、柏林，整个西欧都会看到太阳被咬掉一大半的深度偏食，等于全欧洲一起参加了预演。所以不是天象变多了，是影子这一次刚好排队走进人类的客厅。顺便解释一个名词，为什么有时候是全食，有时候是环食？因为月球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的，月球离地球近的时候看起来比太阳大，能把太阳整个遮住就是日全食。月球跑到远处看起来比太阳小一圈，遮不满，太阳的边缘露出来，烧成一圈金环，就是日环食。同一套几何，2种结局。说到这里，其实可以顺便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日全食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宇宙级的巧合。太阳的直径大约是月球的400倍，而太阳跟我们的距离也恰好大约是月球的400倍，2个数字互相抵消，于是从地球看出去，太阳和月亮在天上几乎一样大，月亮才能刚刚好严丝合缝地盖住太阳，露出那圈珍珠色的日冕。更妙的是，这个巧合有期限，月球正在以每年大约 3.8 公分的速度慢慢远离地球，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月亮在天上会愈缩愈小，再也遮不满太阳。日全食这种戏码会从地球的节目单上永久下架。我们刚好活在买得到票的年代，世界各地有一群自称日食追逐者的人，为了全食带上那几分钟，一次一次飞越半个地球。他们的说法很一致，看过一次全食的人都会上瘾，而且这些影子都是老朋友。古巴比伦人就发现，日食有一个大约18年又11天的轮回，叫沙罗周期。同一个家族的日食会一次又一次回来。出土的巴比伦泥板上真的刻住他们一代一代接力追踪长达几百年的月食清单。人类最古老的长期资料库之一，就是为了追月亮的影子而建的。很多台湾观众应该记得2009年7月22日长江流域那场大日食，几亿人同时抬头，把那一天加上18年又11天，你会得到哪一天？2027年8月2日埃及那一场，同一个沙罗家族的成员，而这个家族正好专门生产超长的日全食。所谓天象大年，在天文学家眼里是一张几千年前就排好的班表。顺带一提，人类学会预测日食比你想的早得多。古希腊流传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吕底亚和米底亚两国在河边开战，打到一半，天忽然黑了，日全食当场降临，两军吓得放下武器，就地议和。史书说，哲学家泰勒斯事先预言了这场日食，故事细节现代学者存疑，但那场日食本身 NASA 的回推表上确实查得到，日期分毫不差，一场天象结束一场战争。
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学直接介入了人类的和平。第二个问题，血月是什么？月全食的时候，地球排在太阳和月亮中间，月亮整个走进地球的影子。照理说，月亮应该直接消失才对，但它没有，它变红。原因是地球的大气层像一圈透镜，把太阳光折弯，蓝光在大气里被散射掉了，剩下的红光绕过地球边缘，洒进影子深处。所以你看到的那片暗红，其实是同一个时刻，地球上所有的日出和所有的日落一起投影在月面上的颜色。这句话是物理，不是诗。但古人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看到月亮像在流血。1504年2月29日，哥伦布的船队被困在牙买加，补给断绝。他靠着手上那本天文历，对原住民预告当晚月亮会变红发怒，月食准时上演，吓得对方连夜送上粮食。你看，血月从来都有2种用法，一种是天文，一种是人心。这个分裂500年后依然没有愈合。再补一个细节，血月的红每一次深浅都不一样，大气里的火山灰和悬浮微粒愈多，能绕进影子的光就愈少，月亮就愈暗，愈接近深褐色。大气干净的时候，它会亮成明显的橘红。天文学家甚至有一套专门的分级表，替每一次血月的颜色打分数。也就是说，连月亮流的血是深是浅，都是可以量测、可以归档的物理量。第三个问题，也是今天的关键字，血月4连环，天文学上叫 tetrad， 定义很严格，连续4次月食，每一次都必须是月全食，中间不能夹任何一次偏食，前后各隔6个满月。这种排列出现的频率极不平均，天文学家统计过，从17世纪到19世纪，整整3个世纪，地球一组4连环都没排到，可是21世纪一口气排了8组。原因没有任何神秘成分，纯粹是轨道几何的长周期漂移。在 NASA 横跨5个千年的日月食目录里，4连环前前后后出现过100多次。它稀有，但没有稀有到值得为它改写世界史。那眼前这一波算不算4连环？严格讲不算，但只差一步。2025年3月14日，月全食。2025年9月8日，月全食。那天凌晨，台湾全程看得见，很多人真的定了闹钟，爬起来拍下那颗悬在西边天空的暗红月亮。2026年3月3日，月全食3连红。这一次轮到晚上登场，全食阶段大约落在7点到8点之间，不必熬夜。可是第4棒，2026年8月28日，只是月偏食，地球的影子只咬掉月亮一角，红不起来。差这一口，教科书定义的4连环就不成立。大自然不在乎我们的分类学，它只是照着轨道走，是我们自己画了一条线，然后为了差一步跨过线的月亮惋惜。请记住这个细节，因为预言圈真正用红笔圈起来的不是眼前这一组，是下一组。下一组真正的教科书等级的血月4连环排在2032到2033，这个年份等一下会回来，而且会带着一个更大的故事回来。现在把场景切到另一本书，旧约圣经约珥书第2章，先知约珥面对一场毁天灭地的蝗灾，把它讲成那个大日子来临前的预演，然后留下这段话，和和本的翻译是：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讲道，把这段话原句引用了一遍。启示录第6印揭开的时候，画面更具体，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日头变黑正是日全食的视觉，月亮变血正是月全食的颜色。于是2000年来读这几段经文的人，抬头看天的时候总会多想1秒。中世纪的欧洲，月亮变红被当成战争与瘟疫的前奏，每一次日头无故变暗，教堂的钟就会提前敲响。这条神经一路传到今天，没有断过。把这件事推到顶点的是2位美国牧师，马克·比尔兹最早把 NASA 公开的月食表和犹太历叠在一起看，宣称找到了规律。约翰·哈吉把这套理论写成书，书名就叫《4血月》，2013年出版，登上畅销排行榜。之后还拍成纪录片式的电影，在美国的电影院做单日特映。
一票难求。全美巡回讲道跟着开场，他们的理论一句话就能讲完。当血月4连环刚刚好落在犹太历的逾越节和祝棚节，以色列和世界就会有大事。值得记录的是，当年跳出来反驳的不止天文学家，还有大批基督教内部的神学家和护教机构，他们公开撰文提醒信徒，经文讲的是那个大日子独一无二的景象，不是天文周期表，拿 NASA 的表格对号入座，是把预言降格成命理。换句话说，这场仗最先开打的战场是教会自己的讲台，但书照样大卖，因为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确实出现过几次。以下就是流传最广的那张对照表，我先把它完整念一遍，然后我们换边逐条查账。第一组1493到1494年，4次血月落在节期上，对应的大事1492年西班牙王室下令驱逐境内犹太人，同一年哥伦布起航。第二组1949到1950年，4次血月分别落在1949年4月13日逾越节、10月7日祝棚节、1950年4月2日逾越节、9月26日祝棚节，对应的大事以色列复国。第三组1967到1968年，第一次血月落在1967年4月24日逾越节，6周之后6日战争爆发，以色列在6天之内拿下耶路撒冷旧城，将近2000年来第一次重新控制圣殿山。第四组2014到2015年，4次血月全部准确落在逾越节与祝棚节，最后一次2015年9月28日还刚好是一颗超级月亮，又大又红，全球直播的镜头全部对准它，讲道坛上讲它，新闻跑马灯跑它，社群平台整页洗版，对应的大事这一格是空白的。顺带补一笔，犹太传统自己确实也把月食当回事。塔木德里留有一句古老的说法，大意是月食对以色列是凶兆，日食是给列国的凶兆，所以这套联想并非凭空发明，它有古老的根。问题从来不在有没有根，在于拿着根能不能长出经得起查证的果。念完了，这张表后来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简体繁体的版本都有，在华人教会圈和论坛里流传了超过10年。台湾的网络上每逢血月当晚，它就会被重新贴一轮。所以今天做这一集不是打稻草人，是拆一张真的会出现在你手机里的图。这张表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通常念到第4组就结束，但我们的节目有一个习惯，念完流传的版本就要换边查账。反例1，时间顺序，以色列宣布建国是1948年5月14日，那一组的第一次血月是1949年4月13日，比建国晚了11个月。西班牙驱逐犹太人是1492年，血月要到1493年才登场，也就是说4组里有2组。所谓天上的记号是在事件尘埃落定之后才出现的，预告应该走在事件前面，走在事件后面的我们一般叫马后炮。反例2，1967年那一组第一次血月确实出现在开战前6周，这是整张表里对得最漂亮的一组，也是支持者最爱引用的一组，但4组里挑最准的一组放大奖，其他3组的时间差轻轻带过。这种操作在统计上有个名字叫挑樱桃，而且对照表通常不会给你完整的名单。同样落在犹太节期上的血月4连环，公元162年有一组，795年有一组，842年、860年各有一组。这几组的旁边找不到任何以色列等级的大事可以填。再放大看 NASA 的目录里，4连环前后出现过100多次，绝大多数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走，什么都没有对应。名单念全了，规律就散了，只挑有故事的几组做成图。这张图当然看起来惊人。反例3是最致命的一刀。犹太历是阴阳合历，逾越节固定在尼散月15，祝棚节固定在提斯历月15，而阴历的15就是满月。月食这种现象只可能发生在满月。换句话说，血月撞上犹太节期不是千载难逢的天启，是历法设计下的必然。每一次月全食都有大约一半的机会落在犹太节期附近，几率不是1000万分之一，是丢铜板。反例4，地点
2014到2015那4次血月，有几次在耶路撒冷根本看不到月亮升上圣城夜空的时候，石像早就结束了。一个据说是给以色列的记号，以色列本地看不到，要靠美国网站的直播才看得到，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吗？至于内阁空白，支持者事后也补过几个候选事件，但连他们自己都承认，没有一件有以色列复国那种等级的重量。最后是结果对仗。2015年9月28日，第4次血月准时落幕。那一年曾经被讲成大限之年，讲了整整2年。然后呢，书照样卖，节目照样播，世界照常运转，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查证之后的结果，必须原封不动念出来。还有一个安静的讽刺值得补一句，这整套理论的原始资料从头到尾就是 NASA 的日月时表，用天文台的日历去找神迹，再用神迹去反驳天文台的解释。其实这种天象加预言的组合拳，台湾观众应该似曾相识。1999年8月11日，日全食扫过欧洲，全食带压过英吉利海峡，法国北部慕尼黑、布加勒斯特是20世纪最后一场大日食，而那一年正是诺查丹马斯那句流传最广的预言，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的到期日。日食在8月，预言写7月，差了1个月。但当年的媒体和书市可没放过这个题材，末日专书一本接一本，电视台做特别节目，台湾的出版社也跟着加印。结果呢，8月11日当天，几千万欧洲人戴着直眼镜站在街上，看完了，鼓掌，回家，什么都没有从天而降。对台湾来说，那一年还有一段沉重的记忆。9月21日921大地震，当年之后，确实有人回头把它跟8月的日食跟诺查丹马斯连在一起讲，这里必须把话讲死。全时代在欧洲，断层在台湾，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物理通道，把日历上刚好相邻的2件事画上箭头，正是前面说过的事后撒网式的对号入座。伤痛是真的，连线是假的，这2件事必须分开放。那可能是20世纪最后一次全球等级的末日焦虑，也是一次完整的可以复盘的对仗。预言讲得愈满，日历翻过去之后摔得愈重。好，既然上一轮已经当场破功，为什么2026到2028这张日历还是让这么多人心里发毛？因为它通向一个更大的日期，耶稣受难与复活，满2000年。第一个问题马上出现，2000周年到底是哪一年？这比想象中复杂得多。福音书留下的线索是，耶稣受难在逾越节前后，那一天是安息日前的星期五。当时的罗马总督本丢比拉多在任期间是公元26年到36年，这一段历史上可考。路加福音又写，施洗约翰开始传道，是在提庇留皇帝在位第15年往回推。耶稣公开传道大约从公元28、29年开始，前后3年上下。于是天文学家把那10年之间尼散月14刚好落在星期五的年份全部回推了一遍，筛出2个答案，公元30年4月7日和公元33年4月3日。学界从此分成2派，多数学者偏向30年，教会传统偏向33年，吵了几百年没有定论。这代表什么？代表2000周年有2个版本，因为西历没有公元0年，直接往后加2000就行。受难若在公元30年，2000周年就是2030年；若在公元33年，就是2033年。这里补一个背景，让不熟悉的观众跟上。为什么算来算去都绕着逾越节？因为福音书把受难的时间锚得很死，最后的晚餐、克西马尼园的夜晚、清晨的审判、下午的十字架，全部发生在逾越节前后那几天。逾越节是犹太历的尼散月15，纪念出埃及，而尼散月15永远落在春天的满月上，所以受难的纪念日天生就跟满月绑在一起，而满月又是月食唯一可能发生的时刻。整个故事的天文接口就开在这里。2000年没有关上过。另外，33年派的手上其实还握着一张天文牌。剑桥的材料科学家汉弗莱斯和牛津的天文学家瓦丁顿
在1980年代发表过一项很有名的计算。公元33年4月3日傍晚，耶路撒冷的月亮升起时，正好带着月偏食，刚爬上地平线的那段时间，月面泛红。他们据此主张，彼得在五旬节讲道时引用月亮便写，可能不是修辞，而是在指认7个星期之前，全城的人亲眼看过的那颗月亮。这篇论文刊在正规的科学期刊上，后来也被反复挑战。云层、大气条件十分深浅，都有争议，没有成为定论。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连受难那一周的天空，学术界都真的拿着天文软体一格一格回推过。历史和天文在这个题目上缠得比想象中深，而教会那边已经公开动起来了，而且有潜力可循。1933年，罗马教会为受难1900周年开过一次特别喜年，1983年、1950周年再开一次。照这个节奏，2033年开一场救赎2000周年的大喜年，几乎是写在行程表上的必然。果然，天主教会在2025年喜年的官方诏书里已经白纸黑字写着，这个喜年将把教会引向2033年救赎2000周年的大纪念。跨教派的国际团体也早就把2033年的复活节定为全球同庆的目标年，筹备超过10年，串联的教会遍布几大洲。这些不是网络耳语，是查得到的公开文件与公开报道。换句话说，至少在官方层面，2033这个年份已经被圈起来了。另外，也要照实讲，网络上同样有一批人押宝2030年，理由就是多数学者支持的公元30年受难说，两边各自倒数，互不相让，同一个纪念日，2个到7年。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连最基本的年份都还在争，挂在年份上面的一切推演，地基都是浮的。然后把天文日历翻回来，对上去。还记得刚才请你记住的那一组吗？下一组真正的血月4连环，2032年4月25日，2032年10月18日，2033年4月14日，2033年10月8日，后面那2次又刚好落在犹太历的逾越节与祝棚节。再算一层，西方教会的复活节定在春分之后第一次满月之后的第1个星期日。2033年那次满月就是4月14日，月食当天，往后数，复活节主日落在4月17日。也就是说，那颗血月若准时升起，它挂上夜空的位置是受难周的正中央，离复活节主日只有3天。这一段不是预言，是历法的加减乘除，你自己翻月历就能验算。而2033年4月14日的那颗血月，离教会传统认定的受难日公元33年4月3日相隔几乎整整2000个年头。预言圈的讲法于是成型。福音书记载，受难那个下午，遍地都黑暗了。2000年后的同一个逾越节周，天上再挂出一颗血月，这是写在天上的纪念日。这是预言的说法，我一个字不改的转述。接着是事实的说法，同样一个字不改。第一，逾越节本来就固定在满月，而只有满月才可能发生月食。这个对位的底层机制跟1949年那张对照表一模一样，是历法，不是奇迹。顺带把账算细一点，受难日加2000年是2033年4月3日，血月是4月14日，账面上其实差了11天，因为犹太节期跟着阴历走，每年在西历上漂移。宣称分毫不差的人，自己的账本先差了11天。第二，这套叙事有一个结构性的破洞，它必须赌受难年是公元33年，万一多数学者才是对的，受难其实在公元30年，那2000周年就是2030年，而2030年什么4连环都没有，整套剧本直接落空。2个候选年份，预言只选了对故事有利的那一个，这一点请你自己放在心里称一称。至于2026到2028这3年，在这套叙事里扮演的角色是前狼，是大戏开演之前天空连续3年的灯光预演。2026年8月12日，西班牙的黑太阳；2027年8月2日，6分23秒的月影压过埃及，压过尼罗河，压过出埃及记故事的舞台。预言圈不可能放过这个画面。这一场
已经被讲成落在埃及土地上的记号。2028年7月22日，雪梨，一年一场黑太阳，像鼓点，一声比一声近。事实上，你现在打开影音平台，搜寻这几个日期，已经能看到成排的影片，标题一支比一支耸动。2027大井号，埃及上空的预兆，倒数开始。流量的逻辑很诚实，日期愈近，声量会愈大。等到2026年8月那几天，这些内容会铺满你的推荐页。到时候请记得今天这一集讲过的话，那些影片里的天文事实多半是真的，日期、路径、时长都抄自天文台，被加上去的是解读。事实免费，解读自负，这是他们的读法。天文台的读法永远只有一句：月影不挑地点，它只走轨道，而轨道在几十亿年前就定好了。视角转回东方，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看日食看了3000年，有一套跟西方完全不同的读法。诗经小雅里有一句：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学者比对古代历表，认为它可能对应公元前776年前后的一次日食，是全世界最早可考的日食文字记录之一。而且那首诗的重点根本不在天文，诗人接着写的是：高层人事混乱，小人当道，百川沸腾，山冢崩颓。日食在诗里是压垮民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学者普遍把这首诗记在西周末年周幽王的时代，一个王朝崩塌的前夜。你看，将近3000年前的人就已经这样用天象了。天上出事是为了讲地上的事。春秋这部经前后240多年，一共记下37次日食。用现代天文学回推，绝大多数真实可考。中国人记日食记得比谁都勤。为什么？因为在古代中国，日食从来不只是天文现象，它是政治事件。日者，君相也。太阳对应君王，太阳被吃掉，等于上天当着全天下的面给君王记了一次警告。所以天狗食日的时候，朝廷要救日，官员换上素服，击鼓鸣锣，民间敲脸盆，敲锅盖，用最大的声音把天狗吓跑。更关键的是日食之后的问责。从汉代开始，一场日食常常逼出一纸罪己诏，皇帝公开向天下检讨施政，位列3公的大臣可能因此被免职，朝廷减膳撤阅，避开正殿办公，整套流程等于国家级的自我降级。史记天官书留下12个字的原则：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合。太阳出状况，君王要修德行；月亮出状况，要清查刑狱里有没有冤案；星象出状况，要对外修好。翻开《汉书》，《后汉书》的五行志，日食记录一条一条排下来，旁边常常注记着当年的灾异与人事。某年日食，太尉免官；某年日食，大赦天下。两汉前后400多年，正史里的日食记录超过100次，密度之高，全球同期没有对手。天文志读起来像另一部政治史。尚书里还留了一个更狠的传说：夏朝仲康年间，天文观西河沉迷饮酒，失职误了日食大事，天下震动，最后被斩首。在那个年代，预报日食是拿人头担保的公务员业务，这套反应其实离我们没有那么远。台湾的长辈应该还有人记得，早年乡下遇到日食月食，庙口真的会敲锣放鞭炮，喊着天狗食日，天狗食月，把天狗赶走。小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看得比看天还认真。课本教的是影子，庙口演的是天狗，两套系统在同一座岛上并行了几十年，谁也没有真的消灭谁。天象的2种读法从来不是西方独有的分裂。请注意，这里藏着一个跟约珥书完全相反的逻辑。西方的血月指向终点，大而可畏的日子，最后的审判，时间的尽头。中国的天象不指向终点，指向当下。天垂象是要活住的，人现在就修正，冤狱现在平反，苛政现在收手，德行现在补课。它是提醒，不是宣判，是黄灯，不是死刑判决书。同一颗变黑的太阳，西方读出倒数计时，东方读出一封谏书，哪一种读法高明，见仁见智。但后来发生的事很有意思。明末清初，
传教士汤若望把西洋新法带进中国。1644年，几种历法当场比试预测日食，大统历差了一截，回历也不准，只有西洋新法分秒吻合。清廷从此让汤若望执掌钦天监。故事后面还有一个黑色的转折，这位算天最准的人，后来卷入朝廷的历法之争，一度被判死罪。就在行刑之前，北京接连地震，天空又出现异象，朝廷上下认定这是上天不平，汤若望因此捡回一命。你听出讽刺了吗？一个靠着把天象变成数学，替天象除魅的人，最后是被天象迷信救活的。新旧两套读天的方法交接的一点也不平静，当日食可以提前好几年公告，精确到分秒，天谴的重量就开始蒸发了。能被准时预约的事，很难再被当成临时起意的愤怒。你不会对一场预约好的雷阵雨下罪己诏。而那些古人留下的日食笔记，最后还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向服务。现代学者拿着春秋、汉书里的日食记录，反过来替古代事件校准年代，甚至靠这些记录算出了地球自转正在极其缓慢的变慢，3000年前的恐惧变成了3000年后的量尺。今天台湾的气象单位每年照样发布日月食预报，附上各地见识时刻表，精确到秒。这份平静是人类用3000年换来的。所以最后回到那张日历， NASA 的资料库里，日月食目录从公元前1999年一路排到公元3000年，横跨5个千年。每一次日食，每一次月食发生的时刻，影子的路径全部列得一清二楚。光是日食5000年里就列了11000多次，平均每个世纪200多次。你这辈子遇到的每一次白昼变黑，每一颗红月亮，都只是这条长河里的一朵浪。2026年8月12日那道扫过西班牙的月影，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被算出来了。2033年4月14日那颗红月亮也一样，它在表上安安静静等了很多年。能被算到小数点以后的东西，携带不了临时起意的怒气。天象是日历，不是判决。日历不会生气，也不会怜悯，它只会准时。这句话是今天整支影片的底线。前面所有的预言、对照表、2000周年都得放回这句话上面，重新称一次，把今天的线索再收拢一遍。3年6次日食是正常配额，3次日全食连续压过人口稠密区是难得，但只是几率。血月撞上犹太节期是历法的必然，4连环撞上2033是2个各自独立的日历，在漫长时间里迟早会发生的一次重逢。2000周年本身则连该落在哪一年都还没有共识，每一个环节拆开看都有机制，只有把它们叠在一起，眯起眼睛看，才会浮现那个让人心跳加速的图案。趁收尾之前，把2个每逢日食必定重新流传的说法一次对调。第一个，日食、月食会引发大地震，查证的结果是，月亮和太阳的引力确实造成潮汐，理论上对断层有极微小的影响，但统计摊开来看，日食、月食前后的地震频率跟平常没有显著差别。每一次大地震之后翻日历，总能在前后几个月找到某场日月食，因为日月食本来就1年好几次，这是撒网式的对号入座。第二个，日食的光线特别毒，孕妇不能出门。日食当下的阳光就是平常那颗太阳的光，没有任何特殊射线，真正的风险只有一个，用肉眼直视太阳。而这件事不管有没有日食都同样伤眼。这2条天文台每逢10季都要澄清一次，我们也照念一次。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值得讲开，既然每一环都有机制，为什么我们还是忍不住抬头找记号？因为人脑天生就是一部找图案的机器，我们的祖先靠着在杂讯里找规律活下来，草丛动了就当作有报，错了顶多虚惊一场，漏了就没命。这套本能留到今天，看到2张日历叠在一起就自动连线，这不丢脸，这是人。真正要紧的是连线之后多问一句，这条线是天上画的还是我心里画的？今天这整支影片其实就是在练习问这一句。1919年5月29日还有一场日全食值得放进结尾。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
带队远征西非外海的小岛，趁着太阳被遮住的那几分钟，拍下太阳旁边的星光被重力弯折的证据，一夕之间把爱因斯坦推上世界舞台。广义相对论是靠一场日食盖章认证的同一种天象，古人拿来占卜国运，预言家拿来倒数末日，科学家拿来称量宇宙。天没有变，变的是看天的人。但日历还有另一个特性，它值得抄下来，就算把预言全部归零，纯粹当天文看，这3年也是一代人一遇的观测盛宴。所以下面这几个日期建议你认真记进手机。2026年3月3日晚上，台湾全程可见的月全食，不用出国，不用器材，肉眼直接看。吃完晚饭抬头就有一颗红月亮。把流程先讲给你。月亮傍晚升起后不久，左下角开始缺一块，影子慢慢吞过去。7点过后，整颗月亮沉进地球，影子转成暗红，红色会持续大约1个小时。8点过后，月亮再从另一侧慢慢亮回来，全程将近3个小时，配一杯热茶刚刚好。你需要的只是一片看得到东边天空的阳台。2026年8月12日，冰岛与西班牙的日全食。欧洲等了快30年的黑太阳。顺带提醒，看日食一定要用合格的减光设备，眼睛只有一双。2027年8月2日，埃及上空6分23秒，本世纪陆地最长。错过这一次，下一个同级纪录要再等87年。2028年7月22日，雪梨的冬日午后，太阳熄灯超过3分钟，港湾大桥和歌剧院会一起沉进月亮的影子，那会是这座城市100年难遇的一张照片。然后2032到2033血月4连环，其中2033年4月14日那一次刚好卡在复活节与逾越节的同一周。到时候全世界的望远镜和全世界的讲道坛会同时对准同一颗月亮，也把这支影片当成一枚时间胶囊。今天讲过的每一个日期都会准时到期。2026年3月3日，你可以验证那颗红月亮有没有准时变红。2026年8月12日，你可以验证西班牙的天有没有准时变黑，然后一路对到2033。天文的部分我们有十足的把握，它会全对，因为它从来不是预言，是计算。至于挂在这些日期上面的那些说法，就让时间自己去对账。2条时间线就这样朝着同一个交汇点走去，一条是天文的轨道、焦点、沙罗周期、冷静、精确，没有情绪，5000年不差1秒。一条是信仰的，2000年前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和2000年后准备纪念他的几亿人。2026、2027、2028 3年6次日食，3场黑太阳，3圈火环，外加一颗接一颗升起的红月亮，像一段愈敲愈密的鼓点。鼓点的尽头，2033年4月14日，一颗排练了几十亿年的红月亮会准时升起。天文台说那只是地球的影子，一场算了100年绝不失约的几何。预言者说那是2000年前就写好的记号，一封终于送达的信，同一颗月亮，2本账，各记各的。而我们能做的是把日期抄下来，把2种说法都存档，然后活着走到那一天。日历已经印好，日期不会挪动，答案还压在未来的那一页。到时候天上见分晓，我们账本上见。